距离上一次的伤害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。我们伟大的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突然外包《圣剑传说5》给网易旗下的樱花工作室。我对外包没什么意见，毕竟过去很多外包的好游戏，像 PS2 的激战 OG 系列、GBA 的恶魔城月轮、洛克人 Zero 跟萨尔达的缩小帽等等，更有一家叫东兴的公司靠着外包出名，他们开发过上千款游戏，素有幽灵开发者的神秘称呼，因为他们大多不挂名，却又在出资者的背后做出一堆好游戏。一款游戏有其中几部分外包给别家做都是很正常的事，然而这家樱花工作室很神奇，只完成一款《圣剑传说5》，8月29号发售，8月30号裁员解散。他们手上之前有3个开发专案，其中一个是《圣剑传说》，另外2个应该是死了，感觉内部有很大的问题。至于为什么我一直把《圣剑传说 Vision of Mana》称为5代，最后面会解释。9月3号一路痛苦到9月9号破关，破了也暂时不想再动了，因为真的玩起来非常无聊。你知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心里觉得《圣剑传说5》有多可悲吗？《圣剑传说4》虽然很烂，但它起码让我玩到很火大，玩到第3章的死之山更是整款游戏的最高潮点。它会让我很好奇接下来还能烂到什么新高度，结果每章的烂点都不一样，打完还会重置能力，让每关玩起来都像初恋一样，上一关刚分手，下一关马上交往。起码我能感受到他们很有心的在构思游戏，只是有太多太前卫的创意跟黑洞级的脑洞，然后技术力跟不上想法，最后拉出一坨大便。但是《圣剑传说5》我只有感受到满满的随便，尤其剧情随便到不可思议的地步。一个掌管全程生命的装置居然没人看守，小朋友贪玩坐上去就坏掉了，害整座城的人死光光。战斗 bug 也多到不行，光玩到破关就遇到5、6种，跟船上的人讲话也被卡住 ，BOSS 莫名其妙被定住，在地图上使用精灵器，结果同伴被3太子附身，战斗偶尔也会卡在奇怪姿势，无法切换控制角色，只能重打，连最后一战都可以打到 BOSS 不见，你说有多扯？最要命的就是下道具指令完全没有反应，发生频率极高。我不知道史克威尔的品管是怎么让他过的，大概是闭着眼睛过的。战斗方面也没有多大的进步，甚至数值设计方面是退步的。平 A 好几下，魔法放了我半天，伤害都比不过一支消防水管喷5秒钟。5代精灵器就是这么强，强到盖过职业不是优先考量的因素，而是精灵器好不好用。而且职业跟精灵器绑一起，刚拿到前10分钟还觉得很有趣，第11分钟开始打哈欠，因为每一场这样打最快，其他慢很多，玩到快破关才开放最强技能，职业影响力才开始稍微大于精灵器，所以职业考虑的顺序就变成精灵器好不好用，再来精灵器之间的搭配，最后才考虑职业被动强不强。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按大炮配消防水管，这是我唯一能醒着的几秒钟。还有用按大炮脱掉光之神兽的衣服，我也是醒着的，其他时间都在等消防水管跟击大炮。职业盘看起来很自由，只是个假象，每个职业技能学过就能互通，被动不行。职业技能已经决定每个角色的定位，又因为精灵器只有一个，很容易发生角色定位互相卡到的选择题，实际玩起来比3代还受限。好用的被动跟精灵器就固定那几种，真的自由的地方也就只有自由切换而已。全职业解锁要20小时左右的进度，剧情、战斗跟养成属于非常慢热的类型。我第一次用职业必杀技，还有被惊艳到，哇，好帅哦！拿完全部职业，想说看看全部长怎样，妈靠腰嘞！只是颜色换一换，有够随便。一个角色有8个职业，3种武器，必杀技跟着武器跑的，所以3乘15，总共也就15个必杀技而已。圣剑传说3重置版36个。最白痴的还是最后这一排，从职业系统开放亮到破关为止都点不了，破关才说我们这排开放咯，可以来点。你游戏做得很好玩就算了，妈干游戏还没有做得很好玩，撑到破关做影片就想放着了。我一开始把最后这排纳入我的选择考量，破关前变成是我活该点错的地方，这跟圣剑3重置的4转惊喜完全不一样意思。拜托破关才开放的东西不要提早亮出来，这完全是让人点错方向的误导设计。战斗时间大部分都在等水管好，剧情又无聊，一路忍耐到王女加入，然后忍耐到破关。
玛娜女神真的要感谢有这2条腿，不然早就把这片卖了。还有人因为这2条腿帮游戏加2分。游戏最糟糕的不是做得很烂，而是无法从过程中找出任何期待感，连烂都不知道能往哪里烂。起码《圣剑传说师》他办到了。5代最惨的还是剧情随便到很夸张的地步。我从头开始讲。5代剧情主打一套全世界都要遵守的法则，每隔4年，玛纳妖精会随机选出8位不同属性的神子，这8位通常住在不同的地方，最后要一起在玛纳之树奉献生命，才能换来所有人的平安，否则世界毁灭。故事从一对夫妻私奔做开场，他们拒绝完成使命，女生被石化，男生身份一般所以没事。他们后面还在登场，知道有这2个人就好，因为这段剧情在后面只是一出笑话。接下来时间过了4年，女主角被选为火之神子，男主角担任护卫。村子出现神子是一件很光荣的事。总之，这2个人就开开心心的被送上路。然后护卫故事的老套路，去其他地方寻找神子，凑满队伍。剧情从这时候就开始怪了，这就是5代厉害的地方。路上遇到2个小孩追着小弗拉米，他们偷走风之精灵器当玩具，刚好掉到主角旁边。主角就这样得到第1个精灵器，交还给村长。村长也没有要认真保管的意思，连女主角都问说：“这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吗？放在村里也只是沦落到孩子的玩具。一个增加护卫跟神子的战利物品，而且还是女神大人给的，他居然可以这样随便保管，我完全搞不懂这个村长在想什么。村里也是一堆反社会人格，龙女少一边翅膀，大家看不起她，觉得她不会选上神子，又希望她去执行仪式，因为她天赋很好，又嫌她爱偷懒很任性，没看到半个人要主动出来帮忙执行仪式。现在你们就是把龙女当作王八蛋就对了，龙女整天被这些烂人靠背就饱了，整个村子根本反社会的意识集合体。然后这个仪式我也看不懂在干嘛，演出很像在晒棉被，只是他把棉被晒得比别人好，因为其他人根本不想晒棉被，结果棉被晒得太好了，吸引妖精过来，大家以为龙女的朋友要被选为神子，碰知道这是个大死缺，直接绕跑，龙女就如愿达成梦想，成为神子。这个村子真的超级有病，完全没有人想成为神子，好像神子跟他们是平行世界一样，他们玩他们的扮家家酒，我们过我们的生活，完全没有要帮忙的意思。超级神奇的心态，每个都推卸责任。下一个故事更好笑，猫咪同伴小时候贪玩，用屁股坐上时间沙漏，沙漏就这样直接爆掉了，超好笑。整座城的人就这样没了，剩他自己一个掌管全城生命的装置，居然没有半个人在看管到底是为什么？然后猫咪从此产生阴影，看到不爱做也不敢做了。16年前找月之珠宝找到现在，藏在一块冰天雪地里面。设定16年也是很奇怪的数字，代表16年4次选期都没有人找到精灵器，月之城这也没有人。这期间月之神子怎么选的也不知道，反正全世界没人在乎。然后月之精灵挑选猫咪为月之神子，请他带着母亲的思念迈向未来，就已经没几天能活了，到底是要什么未来？月之城这也是很怪小的地方，整座城就一条巷子大小，大概是负责这块的员工知道这边死一堆人，也懒得花时间盖了。目前整个风俗民情都很奇怪，跟 FF10 的护卫故事差超多。FF10 起码能感受到所有人都受到事件影响，在乎过巫女的试炼跟自己有关的事情，甚至有相关习俗，他们属于这世界的一份子。反观《圣剑传说5》到目前为止的发展跟刻画，就是让人一头雾水。下一位轮到王女，难得编剧没有边买醉边写故事的地方，只是演出平淡到令人不知所云。王女隐瞒自己已经被选为神子，避免有个大臣趁她离开篡夺权力，结果被大臣识破她的小伎俩，当场揭发她是神子的事实。原本这边感觉是想弄出一个精彩的反转，但是被平淡诡异的演出直接灭火。整款游戏几乎都有这个问题，我玩到这边已经很习惯了，剧情演出完全无法掀起任何情绪起伏。早く言ってくれたらよかったのに。水壶精灵器也是很可笑，莫名其妙放在尼基塔养女的包包里，又是一个女神交给人类，最后沦落到没人保管的玩具。后面大臣被抓，王女加入，先前剧情描述都放在同伴身上，男女主角没什么互动机会，勉强插一段在王女剧情中间，男主角跑去买项链送女主角，来加强两人彼此相爱的加温点。接着编剧又开始喝酒了。
女主角每天写日记的习惯，写着写着，终于发现内心其实还想多活几年。就这么刚好，男主角今天睡不着觉，起床去找女主角谈情说爱，知道女主角还想活久一点。这时候最一开始的男生一直在跟踪他们，终于找到机会跑出来做诈骗，用无需献出灵魂也能让世界得救的话术，把他们骗去无人岛祭坛，为了让他老婆复活。这两个人完全没有找同伴商量，就直接跟过去。男女主角被强迫执行一次，女主角就这样婆爆了，变成一颗魂石，骗子带走不知去向。游戏玩了10几小时，好不容易做出一位主线大反派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以为他能撑到最后，结果编剧可能已经收到离职预告信了，安排玛纳之术发生一段最好笑、最随便的剧情。先拭目以待，等等再讲。这期间的旅程没太多吐槽点，草人同伴尽忠职守，被选为木之神子，火土木精灵器都有人保管，还缺少光暗神子跟精灵器。唯一能吐槽的又是主角的脑袋，被一位村民提出质疑，主张这种靠着神子才能延续的世界其实很奇怪，顺其自然也是一种发展选择。结果主角像精神分裂一样，明明之前想帮女主角续命，现在又觉得这种靠绳子延续生命的世界，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完成使命，献出灵魂没什么不妥。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在想什么，连女王都在担心他脑袋是不是不正常。反正到了玛纳之术，这些事都不重要了。骗子比他们更早到，准备用女主角的魂石拔出神剑，完成无需献出绳子的理想世界。最好笑的来了，圣剑底下的石头突然爆炸，骗子被炸飞，完全不知道来干嘛的。然后从石头底下冒出一位全新的角色，抢走圣剑。玩到这边，我突然觉得圣剑传说4其实也没烂到哪，这个半路杀出的巨石强森还强到很唬烂，很明显就是最终魔王的等级。他从石头里面蹦出来，真的太好笑了。女主角变成魂石，骗子的人设建立，在资讯量过大的超展开变得超没意义，超级好笑的剧情编排，靠玛纳传奇的束腰抓住他才能绕跑。之后草人还解释说，那位抢走圣剑的人是以前拯救过世界的英雄，不知什么原因对女神拔剑相向，结果后来洗白也洗得很白烂很随便。英雄拯救世界的过程中，老婆被盗贼杀掉，所以英雄憎恨世界的一切。又是一位纯爱战士，骗子后来也被他干掉了，他正在前往世界各地解放神兽，成为实力的巅峰。别问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主角他们，反正故事又走回圣山的老路，一场接着一场的神兽大战。剩下同伴剧情都在重返旧地的时候收尾，我只记得猫咪用屁股做坏时间沙漏。下一次剧情就弄出一个过去的英灵跟他说，那个沙漏坏掉其实不是你的错，请你不要一直放在心上。那拜托，一开始就不要用这么可笑的方式把沙漏搞坏好吗？那个重点真的很难转移。龙女的更好笑，唯一的朋友被困在山里面，村长直接放弃拯救，宁愿死一个村民也不要牺牲神子，连向主角求救的行动都没有。难怪整村住着一群烂人。所以每位同伴只有2次的篇幅去描写故事，大多都是善后上次的剧情，偏偏最后又硬要灌输开创未来这种王道主题，还是从一群剩没几天就要死的人讲出来。设定好的世界循环跟理念矛盾超级严重，没有说服力，也没有足够的篇幅去写出好故事。反正越玩到后面，只觉得剧情只有满满的随便，一堆重要的东西没人保管，哪时候想拿出来就拿出来。暗之精灵器还被拿去垫屋檐缺角的很感，编剧一定是觉得唐伯虎点秋香好好笑。如果有圣剑传说6，主角一定用水精灵器煮泡面，再用圣剑横摆拿来盖泡面，我都不觉得奇怪了。圣剑传说1到4，就算有考虑到子宫像，也没有这么多随便的剧情。5代世界观还吃玛纳传奇的豆腐，把玛纳传奇的法迪尔扯进来。法蒂斯啊、树妖、瓦兹、草人这些大咖登场，也讲不出什么有情怀感的台词，连地点、历史也看不出哪边跟玛纳传奇有关。我不懂为什么5代要把玛纳传奇拖下水，最后觉得再也没什么精彩的，简简单单一刀劈死带过。反正最后女神终于醒过来，神子的悲剧循环应该也就断了。主角在前段时间被选为光之神子，最后结局老死，代表其他神子应该也是没有献出灵魂，反正很多话都没说清楚。然后破关之后，封面标题自动更改为5代，哇，原来我玩的是5代吗？难怪卖1790，隔了18年竟然端出这么随便的东西。玩完之后满满的可悲跟小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做完影片再回顾一次后更难过。圣剑传说又被局限在一个卖老粉的游戏，一踏出老粉舒适圈就是一堆比它好的游戏。
破晓传奇、伊苏、剑心、碧蓝幻想 Relink， 连圣剑传说3重制版都比他好。我连以前这种护卫剧情比他好都讲得出来。FF10、武藏传2、交响曲传奇、圣剑传说5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市场竞争力，我也感受不到当初像3代重制版的诚意。明明神子设定是一个很好骗眼泪、很好发挥的剧情起手式，一群人已经知道自己剩没几天能活，表面装作很开心的样子，跟同事一起过完剩下几天，或是用其他方式去描写，不需要刻意塑造什么大反派。最后一群人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，弄一个后劲很强的结局。FF15 就弄过一个还不错的形状，圣剑2也弄过了。5代唯一的好就是美术依然把地图点缀成圣剑传说的样子，还有音乐也是。真的打从心底感谢这几位老师老将，还愿意出来拯救圣剑传说。编剧群前几天查完，确定是外包给一群新手。虽然这块海滩不知道被哪位离职员工给搞砸了，搞了一整排整齐到不自然的树，贴图粗糙到不行的稻草堆。最屌的是路牌上面没有写字，反正就这样了。第一次玩圣剑传说4是我国1的时候，现在玩圣剑传说5是我31岁的时候，下一次也不知道哪时候还有圣剑传说正传了。外包给樱花工作室产出一个很多瑕疵的游戏，然后就解散。这些 bug 有没有人要修也不知道，购买前请多想5秒钟。希望这部影片有提供你参考价值。我是 TG 讲游戏，如果这部片2个礼拜内观看破30万，我就再玩一次圣剑传说4，再做一部影片，说到做到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